可可，我前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烂赌鬼，我不顾家人安危，拿走家里仅有的生活费，最后全数亏空。妻子彻底失误，连夜抱着身体不适的女儿逃离这个家，两人最终冻僵在冰天雪地中。老天垂怜，让我重活一世，这一世我一定要彻底改邪收正。妈，我们去哪儿？清雪，钱我没有。家里没米了。米钱不是被你拿去赌了吗？你干什么？去弄点吃的。你又要把网拿去卖？不是，我去抓鱼。张国栋，你会抓鱼？会。你除了赌还会什么？以前不会，现在会了。原来这个时候，债主已经上门提过要孩子的事了。谁敢碰他，我弄死谁。今天是小退潮，不算赶海的好日子，但足够弄一顿一家人的饭菜。哟，这不是招赌鬼吗？咋了？赌场不要你了，改行赶海？他能抓个屁？估计是来偷人家网的。里面有水流，还有海鲜腥味。哦，还真有货。张国栋，别抢神儿，他动卡手。我能感觉到里面有货，而且体型不小。出来！老虎斑，这玩意儿值钱啊！张国栋走狗屎运了吧？这些海货只能解决今天温饱，没办法还清家里歪债，没办法彻底拯救这个家。那边水深浪急，普通人不敢靠近，但是退潮末某会困住大量优质海货。张国栋，你不要命了？那边水回得快。命，我这条烂命早该拿来换点东西了。去，别挡门。活老虎斑2斤不到，青蟹6只，八爪鱼新鲜，要不要？哪儿来的？海里抓的。斑鱼不错，青蟹也行，一起3块。我去对面问问。你知道这货市场价？知道。老虎斑你今晚能做招牌菜，青蟹死一只价就掉一半，我这全活。八爪鱼刚上岸，后厨现在切，现在卖。你是渔民，以前不是，现在是。那你说多少？5块8。你抢钱啊？5块，5块5， 5块2， 5块4，另送我2斤碎冰。你还懂保鲜？货活着值钱，死了就是腥。成交。5块4，上一世这个时候，我能为了5毛钱跟人赌一晚上。现在这5块4能买米、买肉、买药，还能留一点还债。以后还有这种活货，直接送我这儿，价不能压，看货说话。明天我再来。苏清雪，你还等他干什么？张国栋那种人，早晚把你娘俩卖了。跟我走吧，我给你找个活路。你走。清雪，我是为你好。张国栋欠的钱可不少，债主下午就来，到时候他们要什么，你拦得住？你们要什么？你回来了。你哪来的钱？抓鱼卖的。你抓鱼？下午债主来，你告诉他们，钱我会还，但谁再敢打我老婆孩子的主意，我先废了谁！张国栋，你装什么硬气？你欠的是赌债，所以我还，但不是拿我女儿还。
妈，今天能吃肉吗？能，拿着。谢谢爸。以后不用谢，以后家里会有饭吃。张国栋，一顿饭说明不了什么。我知道。你今天能抓鱼，明天也可能去赌。我不去了。你说过很多次。那你看着。手洗干净，血别滴锅里。这一世，至少他还愿意和我说话，还来得及弥补一切。我不吃。你一天没吃东西。我说不吃。清雪，国栋，你别以为买点米肉回来我就敢动。我没这么想。那你怎么想？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会抓鱼了，能挣钱了，这个家就还是你的？这个家早就被你砸烂了。可可夜里听叫你回来就哭，我每次看你进门都怕你又喝醉。你现在说你改了，我怎么信？你不用现在信。5块4，买米肉花了1块7，要花3毛，还存3块4。明天我再出海。还去？要还债。你今天手都伤了。小伤。对你来说，什么都是小伤，输钱是小事，喝酒是小事，打人也是小事。以后不是了。张国栋，我不怕穷，我怕你又拿命去玩。以前你打牌，现在你是不是要去玩海？不是赌。那是什么？是活路。我知道你不信，我也没资格让你信，但明天我还得去。那你还回来吗？回。天黑前。天黑前。如果起风呢？起风就返航。如果抓不到货呢？抓不到也回来。今天别出远了，潮水急，容易翻船。今天海面环境恶劣，但是今日有大批鱼群靠岸，错过就要再等3天，家里外债等不起。上一世我嫌弃这艘船晦气，早早将船只变卖。张国栋，你真要出海？昨天捡点货，真把自己当渔民了。渔民也是一网一网熬出来的。我的目的地是前世渔商发现黄鱼窝的无人孤岛。前世记忆里，外地渔商开机动铁皮船登上孤岛，发现一窝足300多条野生大黄鱼，靠着这一窝海货，直接赚得盆满钵满。当年全村人看着外乡人拿走横财，个个眼红气急。后续大批村民贷款买机动船出海，却再也没有遇上过这样的天赐鱼群。横财可遇不可求，但我拥有前世记忆，这就是我独一无二的底牌。舢板船没有机动动力，稳定性极差，已经出海2个小时，彻底远离陆地，再坚持1小时就能抵达孤岛。不好，突发风暴！不对劲，我身处深海之中，口鼻全部被海水淹没，为什么没有丝毫窒息感？我能在海里自由呼吸，潜水半小时完全不受影响，这根本不是人类该有的能力。有了这个能力，整片大海都是我的后花园。来吧，风浪来得再大一点，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这片海域远离村里，别人的船根本到不了。这里的资源现在都是我一个人的。怎么会没有？难道我来早了？不可能，就在这片礁口附近。有鱼！只要跟住它，就一定能找到。找到了，
野生大黄鱼，这哪里止300条，足有上千条。不能乱，先回船上，先捞最稳的，不能把鱼惊散了。足足500斤野生大黄鱼，这还只是整个鱼窝不到1/3的数量。若是有大型渔船和专业捕捞工具，收获还能翻好几倍。宋副叔，3轮借我一趟，回来就还。国栋哥，你借3轮干什么呀？跟我去海边帮我搬点货，不会让你白忙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国栋哥，这全是野生大黄鱼，这得有几百斤吧？你这一趟出海直接发财了。小意思，以后跟着我，赚钱的机会还有很多。赶紧帮忙把鱼转移到3轮车后斗，记得在后斗加满海水保活。这些鱼依旧新鲜，你拿回家一家人加餐。不行，野生大黄鱼太贵了，一条就要近100元，10几条价值上千，我不能收。拿着就行，以后跟着我好好干活，这点海鲜不值一提。谢谢国栋哥，以后你有事我随叫随到。我现在要去镇上卖鱼，后续有出海赚钱的活，我第一时间带上你。富贵老板，好久不见。你电话里说有野生大黄鱼，成色到底怎么样？我的天，你这是端了大黄鱼老窝，足足几百斤，我饭店根本一次性吃不下。张老板消化不了，这批货我可以全部吃下。老弟，这位是城里新海鲜批发的总经理柳诗雨，手握全国海鲜销售渠道，只有他能一次性吃下你这批大批量大黄鱼。幸会，刘总。单凭一己之力捕捞几百斤野生大黄鱼，张先生很不简单。刘总实话实说，海里各类野生海鲜，只要你需要，我这边可以长期稳定供货，要多少有多少。我按市场价1斤40元全款收购，只有一个要求，你后续所有野生高端海鲜优先全部供货给我星海集团，我本人直接和你对接。大批量现货抛售，市场普遍会压价至30元1斤，柳诗雨直接高价收购，诚意十足且渠道强大，完美解决自己后续所有销路难题。合作愉快，刘总。500斤大黄鱼，1斤40，到手整整2万块，终于彻底翻身了。等我带着钱和肉回家，清雪和可可一定会安心。我终于能给他们安稳好日子了。张国栋昨天一大早就离家，到现在都还没回来。你找谁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美女，别激动，我和你老公谈好了，今天先过来看看货。什么货？张国栋不是说改了吗？滚！给我滚！你一个臭婆娘能决定什么事儿？你老公都和我谈好了，由不得你。你给我滚！清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婶子，救命！救救我们！光天化日抢人，信不信我打死你？别瞎说，我可是和这家主人谈好了。被杀的张国栋居然要送女儿，真是丧尽天良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我这是正经交易，你们要是敢动我一下，让你们牢底坐穿。重生后明明特地找过这个外灵人，说过不会再送女儿，没想到这东西竟然还敢找上门来。老婆，乖女儿，快起来，地上凉。滚！你给我滚！张国栋，我恨你！国栋啊，我看了，我很满意，价格你随便开。3天前我已经和你说过，你为什么还会来？哼，
张国栋，你就是烂赌鬼，欠下巨额钱财，迟早会送掉妻女。你干嘛打我？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一腿子敢打我？我打死你！国栋，别打了，要出人命了！我张国栋这辈子不会送老婆孩子，谁敢欺负我老婆孩子，我就弄死谁！今天起，我在张家村看到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好你个张国栋，你敢打我？你等着！你欠了虎子他们2万块，不送女儿，到时候我看你拿什么还！老婆，你相信我，钱我很快就会还掉。我只想对你和女儿好。还什么还？那不是200，也不是2000，而是2万呀！就算我去城里打3份工，也难以还清。我忘了过往的恶习。从前我一生气就捡皮带打骂妻子，他们已经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。老婆，我怎么舍得打你？我是要给你钱，这是我出海赚到的钱，你数数。好多钱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现金。这么多钱都是你出海赚来的？整整2万块。我出海运气好，抓了几百斤的大黄鱼，正好去镇上遇到了个老板给收购了，这钱全部交给你保管。张国栋，给我滚出来！欠条拿出来。你还真跟我装上了。我以前混账，该还的债我认，但你想趁火打劫，不行。虎哥让你还钱是给你脸，别不识抬举。我一次次让他失望，如今债主上门，他害怕是理所应当的。清雪，你带可可进屋。给我上！今天不把他打趴下，我老虎以后还怎么混？我今天废了你！小心！这还是张国军吗？他以前哪有这胆子？张虎这回踢到铁板了。张国栋，你别以为你赚了几个臭钱就能翻身，你欠我的外债1分都别想少。清雪，这笔钱有一部分是该还的，还了它，我才能和过去彻底断干净。欠条？什么欠条？我说你欠2万，你就欠2万。我再问一遍，欠条在哪儿？虎哥，欠条在这儿。8000块本金，你敢要2万？本金8000，加上该给的利息1万。从今天起，我跟你们这帮赌桌上的人一刀两断。张国栋，这事没完，随时奉陪。他往海边去了，跟紧点，别让他跑了，看他到底在哪片海域发财。就是这儿，难怪他总能抓到上等海鲜。这片地方我们从前从来没有仔细搜寻过。全程做做样子，这里本就无货，让他们白白浪费体力。快，就在这片区域找找。茂生哥，这地方根本不对吧？不可能，张国栋刚才明明一直在这片区域搜寻，他是不是故意耍我们，把我们骗到空滩堤来了？前世听老渔民提及，这片偏僻滩涂藏有野生高蟹冻，品相远超普通海蟹。果然有货。
国栋！你故意耍我们！我没有让你们一路尾随。这片海域是村里公共的，你凭什么私自藏起优质赶海点位？海域归全村共有，但是赶海的本事不是人人都有。你们自己找不到海货，不该怪罪别人。见者有份儿，你抓了这么多好蟹，分我们一些又怎么了？想要海货，自己动手去抓；想要动手抢夺，尽管试一试。张国栋，你别太得意，你能抓到高蟹，我们以后也能抓到。我就不信他每一次赶海都能运气这么好。这蟹品相绝佳，国栋，这批上等高蟹你从哪里捕获的？张老板，如果我长期稳定给你供应这种品相的高蟹，你是否全程收购？收，不管数量多少，我全部都要啊！单次赶海收益有限，依托这片滩滩做水产养殖，才能长久稳定赚钱，彻底稳住家里日子。张老板，我打算做一笔更大的生意。多大的生意？我打算承包滩田，开办高蟹养殖场。国栋，你一定要考虑清楚，赶海是零成本小买卖，有无收益全看潮水和运气。但是开办养殖场需要投入大量本金、人力和时间，风险极大。这些风险我都清楚，明知有风险，你还是执意要做。这片近海滩涂水质干净，泥沙土质适合蟹类生长，野生高蟹可以在这里自然成活，说明海域条件达标。只要围网圈出区域，人工培育养殖，稳定出货完全没问题。只要你能稳定养出这种高品质高蟹，我长期兜底收购，收购价绝对不会亏待你。一言为定。国栋，听说你今天赶海又赚了一大笔钱。那野生高货真的这么值钱吗？你把赶海点位告诉我们，下次带我们一起去捡海货呗。侬买这些东西回来准备做啥？围海边滩涂。围滩涂，侬到底想做啥？养蟹。海里天生的野货还能人工养，简直异想天开。张国栋这是刚赚了点钱，脑子开始发热乱折腾了。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，原来是脑子糊涂了。海边生计全靠老天赏饭，从来没有人能人工养海蟹。80年代渔村村民思想保守，只愿意被动赶海捡现成，不敢开发滩湖养殖。这些质疑我早就预料到了。你真的打算规模化养蟹？前期是不是要投入很多积蓄？前期需要投入一部分本钱。家里日子好不容易安顿下来，安稳日子没过多久，又要把积蓄全部投入海里，我实在害怕重回从前穷困潦倒的日子。清雪，我不是一时冲动乱来，单纯靠赶海收入极不稳定，时有时无。想要一家人长久安稳过日子，必须拥有一门稳定长久的营生。我不瞒你，这件事确实存在风险，但是我有十足把握把控全过程。清雪，你一定要看好家里的钱，男人有钱就爱胡乱折腾，小心最后本钱全部赔光，家里又变回穷日子。家里钱财依旧由你保管，要不要启动这个养殖项目，决定权交给你，我们一起商量决定。村里所有男人做主办事，从来不会询问妻子意见。张国昌完全和旁人不一样。家里日子刚刚变好，我不想冒险落败，可一直守着微薄机运，一家人永远只能勉强糊口。你把完整的养殖计划讲给我听。说的再详细也没用。张国宇，你别忘了，整片滩滩都属于村集体所有，你想私自围滩养蟹，村长根本不会同意。我想承包村里滩涂，开办玉蟹养殖场市场。国栋，你最近是赚了点钱，可养殖不是小事，滩涂是村里的，大家平时还要赶海，你围起来，村民能同意？我不占大家常用的地方，只承包东边那片荒滩，那边泥深，平时也没人去。那地方是没人去，可你真觉得能养出东西？能。这事儿我一个人定不了，晚上开村民会，你自己跟大家说。我就说他发财发昏了，清雪也是可怜，好日子还没过几天，又要跟着担惊受怕。大家静一静。国栋说想承包东边那片荒滩，搞玉蟹养殖，你们有什么意见都说说。我不同意，滩涂是大家的，凭什么给他一个人？再说了，
他张国栋以前什么德行，全村谁不知道？赌鬼一个，今天说养蟹，明天说不定就把滩涂卖了还债。就是，谁知道他是不是又想耍花样？养蟹，听都没听过，水里的东西还能圈起来养，未免太不切实物了。东边那片荒滩，大家平时去过几次？我承包，不占大家常用的赶海地方。以后如果养成了，需要人手，我优先请村里人干活，给工钱。你现在说的好听，万一赔了呢？你拿什么赔？我可以先交押金，如果我影响了村里，或者欠承包费没交齐，押金归村里。你真愿意交押金？愿意。押金也是家里的钱吧？清雪同意吗？清雪，你可想清楚。村长，押金的事我知道，这段时间国栋挣的钱每一分都交给了我，他有没有去赌，我最清楚。以前他不好，我不替他辩解，可是现在他想靠本事挣钱，想把日子过好，我愿意信他这一次。这是他第一次当着全村人的面坚定站在我这边。我也信爸爸。既然清雪也同意，那这事儿不是不能谈。不过承包滩涂不是小事，你想干可以，但村里得有规矩。您说，第一，押金要交；第二，不能影响村民赶海；第三，3个月如果养不出东西，村里有权收回滩涂。3个月，这不是难坏人吗？养蟹哪有那么快？这下张国栋不敢接了吧？我接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张国栋，你真是疯了！是不是疯了？3个月后见。好，明天交押金，签承包字据。我倒要看看你这养殖场怎么开得起来。张国栋签了字，3个月内你就得负责东边荒滩，养不出来押金不退。等等，村长，这么大的事就这么让他签了？万一他把滩涂搞坏了，全村人找谁赔？我要求再加一条，他要是3个月养不成，不光金金没了，还得当众给全村人道歉。张茂生就是想逼我当众认输，让我彻底抬不起头。我答应。好，这话可是你亲口说的。可以，但赌约需要双向约约。你什么意思？若是我3个月内养殖成功，你当众给我和我妻子道歉，往后不得再插手养殖场任何事务，也不得私下诋毁我们。赌就赌，我等着你低头认错。白纸黑字立下约定，日后谁都不许反悔。夜里去东边荒滩，把他刚准备的围栏材料悄悄破坏掉。是。国栋哥，你找我，有事想跟你谈。什么事儿？我承包了东边荒滩，准备搞膏蟹养殖，缺一个靠谱的人一起干活。你想让我跟你干？养殖场我出全部本钱，你出人力和力气，前期按月给你开固定工钱，第一批膏蟹售卖回款之后，额外给你分红。国栋哥，这养殖场真能成吗？有风险，但我实地勘察过滩涂、水稻、泥沙、潮汐，全都适合养膏蟹。围栏做好，蟹苗细心养护，3个月之内一定能产出第一批成品膏蟹。这些规划全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？可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海水养殖，什么都不懂。我全程教你，你为人踏实肯干，愿意学习，这就足够了。肯定是村里有人故意针对我们。不是单纯偷木桩换钱，对方是故意拖慢我们的施工进度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和全村立下3个月赌约，围栏建不起来，蟹苗就无法投放，一旦耽误养殖周期，不用别人动手，我们自己就会输掉赌约，押金全无，
还要当众道歉。我直接去找张茂胜对质，除了他，没人会干这种阴隙事儿。没有实打实的证据，去找他只会被反咬一口，白白浪费干活时间。那我们就吃下这个哑巴亏。不可能吃亏，你去村里靠谱邻里家里接旧木桩，越多越好。我立刻骑车去镇上采购全新木桩和加厚防割网，又要额外花钱，本来前期投入就够大了，钱财可以后续靠养殖赚回来，耽误的养殖时间永远补不回来。先停下手里的活，趁热吃饭。你怎么特意跑过来了？你们清晨天不亮就出门，一口早饭都没吃，我放心不下。昨天刚包扎好的伤口，今天又全部磨破了。干力气活，磨伤都是常事。木桩失窃，是不是张茂胜暗中指使？大概率是他，但是没有证据，奈何不了他。那他后续还会再来破坏吗？一定会。我挡了太多人的私心，有人想看我跌落谷底，有人惧怕我真正翻身。当下最快破局的办法，就是尽快投放第一批蟹苗。只要蟹苗存活，养殖场就彻底站稳脚跟。活了，全都活了。只要平稳熬过前3天适应期，这批蟹苗就能稳定存活。爸爸，这只小螃蟹胖胖的，叫什么名字呀？可可想给它取什么名字？叫发财，保佑我们家越来越好。投放蟹苗只是第一步，夜里潮水汹涌，暗处的人绝不会善罢甘休。确认好了吗？张国栋今晚真的不来值守？100%没错。村里到处都在传他白天劳累过度，高烧卧床不起，整晚都不会出门。今晚直接彻底毁掉围栏，了结这件事儿。再等片刻，不要打草惊蛇。那是什么东西？不是好东西。歌王只是放走蟹苗，下东西是直接害了整片水域所有幼苗，打算让我们有无翻身之日。住手！果然是张茂胜指使你们，我没有，我就是路过。深夜携带这东西前来养殖贪图，你觉得路过的说辞有人会相信吗？是谁指使你们来的？不说，天亮就当着全村人的面审问。是茂胜哥让我来的，我也是被逼的。我就知道是他。他具体说了什么？他说只要把围栏毁了，蟹苗死光，你3个月肯定完不成养殖，到时候你就得当众道歉，还会输掉全部押金。带走，去找村长。二人半夜带东西破坏养殖场，已经亲口承认是张茂胜幕后指使。村长，张国栋这是诬陷我。张顺已经全部坦白。张茂胜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抵赖？我没有让他下东西啊。那这包东西你怎么解释？张茂胜蓄意破坏村内承包项目，全额赔偿养殖场所有损失，当众给张国栋道歉。声音太小，大家都听不到。张国栋，对不起。记住，这不是我逼你，是你自己做错了事。我独自进城一趟，去置办一些家里要用的物件，晚上尽量赶回来。
家里和永职场这边辛苦你多照看一二。路上注意安全，路途遥远，不要着急赶路。送货走后门，有没有眼力劲儿？这地方不是你能随便进的。我不是来送货的，我是来进店买东西的。走走走，我没空跟你闲聊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你只是一名导购，本职就是服务进店顾客，谁给你的权利如此出言驱赶客人？你算什么顾客？你知道这里一个马桶卖多少钱吗？你一个农村来的，辛苦好几年都买不起店里一件黄品。现在什么人都敢往高端店铺里闯，跟他同处一个店铺，都拉低我们的身份。赶紧离开这里，万一惊扰到店内贵客，我就让你承担全部责任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很好，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怎么让我吃不了兜着走。小王，吵什么吵？店内禁止大声喧哗。周经理，这个人来店里故意闹事儿，态度很差，看样子还想动手。这位先生，请问我们店铺哪里让您不满意？为何要进店闹事？我正常进店购物，并未闹事，是你的店员无故驱赶顾客，恶语伤人。我反复强调，顾客就是上帝，我们门店做的是服务生意，立刻向这位先生道歉。他根本买不起店里的东西，算不上顾客。我不需要他道歉，没必要和无理之人计较。你直接带我参观店内货品就行。实在抱歉，先生，这边请，我亲自为您介绍所有产品。装模作样，等结账的时候拿不出钱，马上就会原形毕露。我只有最后一个要求，当场开除这名导购。要求满足，我立刻全款结账购买产品；要求不满足，今天所有货品我一件都不买。他竟然真的随身携带巨款，我彻底踢到铁板，这下彻底完蛋了。小王，你收拾一下，今天开始就别来上班了。这个月的工资结算后会让人给你，你走吧。我选好的东西全部送到那儿去。上一次出海捕捞大黄鱼，来去匆匆，直接赚了一大笔。这次出海核心目的是寻找中华锦绣龙虾，想要长久做海产生意，铁皮机动船是刚需。我有钱买船，可这个年代，渔船下海审批手续繁琐至极，个人很难独自办起。张富贵在镇上人脉广阔，有他帮忙疏通门路，办船手续能省去90%麻烦。你们快看，那艘小船居然往深海划过去了！疯了吧？山反没有动力，全靠人力划桨，去远海就是送死，典型的不要命。他们说的没错，普通人力山艇绝不敢涉足远海。若非我体质异变，拥有超长潜水能力，我也不敢贸然深入这片海域。从前我也会游泳，可面对大海始终心存恐惧。自从身体异变之后，我仿佛和大海为一体，随波逐流都觉得无比安心。远海暗藏无数凶险，有可能是鲨鱼、大型鲸鱼这类顶级掠食者。一旦遭遇，以小船和我的肉身根本无力抗衡。居然是海豚，完全没有危险，反倒格外温顺可爱。从前看新闻总怀疑海豚救人是刻意编撰，如今亲身接触才知道，这群生灵天生温顺善良，对人类毫无恶意。要是以后驯化几只海豚，带可可出海游玩，女儿一定会特别开心。不过眼下还是先专心搞钱，办好铁皮船才是正事。不对，海豚素来栖息在近海珊瑚礁、海湾浅水区，偏爱捕食虾蟹等甲壳类生物，绝不会长时间停留在纯深海区域。海豚在这里出没，说明附近必定有珊瑚礁浅滩，大概率藏着一座无人荒岛。中华锦绣龙虾生性避光，白天藏匿在礁石缝隙，只在夜间觅食。唯独荒岛珊瑚礁区域才适合它们生存，这一下直接找对地方了。找到了！足足8两重的满膏膏蟹，太可惜了。这个年代膏蟹1斤就要80块，一脚直接踩没50、60块，唉。发财了，这下真的发财了！这里完全无人涉足，膏蟹没有天敌，肆意繁衍，每一只个头都极大，大半都有1斤以上，
最大的甚至接近2斤，根本不敢乱走路，随便踩死一只，就相当于普通人半个月的苦力工资，遍地都是行走的钞票。1只，2只，100只，200只，捡不完，根本捡不完。黄油蟹，1000只膏蟹才会变异出1到3只黄油蟹，是膏蟹中的顶级珍品，价格比普通膏蟹翻好几倍，完全可遇不可求。小船承载力有限，看着满地海沃却带不走，如同走在黄金的路上却装不下金子，实在憋屈。没关系，这座荒岛我已经记下位置，等铁皮机动船手续办好，我直接开大船过来，一次性把整片沙滩的膏蟹全部清空，顺便在这里找到锦绣龙虾。整片近海礁石区来回搜寻多遍，依旧没有锦绣龙虾的踪迹。难道这次真的空手而归，没法帮张富贵拿到花龙？天色太晚，夜间远海航行风险翻倍，只能暂且放弃，返程回去再说。刚刚那是什么东西？色彩格外艳丽，根本不像普通海鱼。找到了，居然真的在这里！中华锦绣龙虾，难怪之前整片海域来回搜寻都一无所获。锦绣龙虾天生昼伏夜出，白天死死藏匿在幽深狭窄的礁石缝隙最深处，外壳色彩艳丽却全程避光。寻常渔民就算路过100次，也根本发现不了。成了！小样，藏得再深，还不是被我抓到了？不愧是被称作海洋宝石的锦绣龙虾，通体色彩绚烂华丽，体态矫健有力，品相完美无瑕疵。前世野生花龙过度捕捞近乎绝迹，即便放在当下90年代，价格炒到天价，行情也极为恐怖。市面上普通1斤左右锦绣龙虾，批发价就能达到200-300一斤，而我手里这只足足10斤重。前几年本地新闻，6斤重的锦绣龙虾都能被酒店12000高价收购，这只10斤完整公龙，价值直接突破10000元。也难怪张富贵不惜人情门路，也要找我收一只锦绣龙虾。这种顶级海货从来不用于餐桌食用，全是高端商务送礼硬通货。有他搭桥，生意场上无往不利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爸爸，老公饿了吗？我给你去煮吃的。你别动，让我来。今天我给你和宝贝女儿弄个好吃的玩意儿。什么好吃的？大螃蟹。哇，好多螃蟹，好多大螃蟹，可可最喜欢吃大螃蟹啦。老公，这是你这次出海的收获。运气不错。这起码得几百斤吧？能卖多少钱啊？打底5万。5万？老公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这算什么？要不是那小山坦船装不下，岂止是赚这点？我这次可是遇到了膏蟹大迁徙，就这几百斤，根本就9牛1毛。如果有艘铁皮船的话，就这一次，起码赚他20万。我提前说出高额收益，慢慢让清雪适应暴富的生活，避免她之后心里承受不住。老公，这几只螃蟹怎么是黄色的？是坏掉了吗？当然并不是，这可是极品黄油蟹，比普通膏蟹贵出了几个档次，而且非常美味。等会儿你和女儿尝尝就知道了。
好香！大螃蟹太香了吧！爸爸，快点，我要吃。小馋猫，别急，爸爸帮你剥壳。哇，老公，这味道真是太好了，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种口感的螃蟹。那是肯定的，黄油蟹是膏蟹中的极品，不仅好吃，而且价格更高。那个是小汽车吗？那叫轿车，一辆得10几万呢，有钱人才能买得起。10几万，我一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。天哪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小轿车。快看快看，朝着我们开过来了！打扮的这般招摇花哨，一看就不安分，专会招惹村里的男人。张国玉刚有钱，别是招惹上麻烦了。婶子，能和你打听个事儿吗？女娃娃，打听什么事儿？您知道张家村有个叫张国栋的人吗？当然知道，国栋我们熟，那个就是他家。谢谢大哥。谢啥？不是事儿。糟了！糟什么糟？这妮子一看就是城里人，来我们乡下还是找张国坤的，这肯定是来找事儿的。张国坤肯定把人家的肚子搞大了，这是来要说法来了。你可别乱说，大婶子，你可别乱说。我怎么可能乱说？哎，就是可怜了清雪了。这好不容易过2天安心日子，没想到家里男人还是不靠谱。刘总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家在这里？张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打了几次你留的座机号码，但是一直联系不上你，实在是有事相求，所以就亲自上门了，方便吗？方便，当然方便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这几天出海去了，进来说吧。不知道刘总找我什么事儿？最近我们新海遇到了个强劲的对手，他们资金充足，准备冲击高端海鲜市场，将所有螃蟹都收购一空。我去了不少渔业公司，都找不到货，就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弄一批螃蟹应应急。张先生，如果不是事情紧急，我不会亲自来找你，只要你能弄到好货，我们新海愿意出高价收购。刘总不要急，吃饭了没有？我不饿。张先生，是不是很为难？行吧，你先和我来后院看看。这是膏蟹，天哪，怎么会这么多？刘总，这批膏蟹满意吗？满意，太满意了。张先生，这些我全要了，按市场价提高3个点，您看如何？没问题，现在放心了吧？张先生，您可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！不敢当，我们正常合作，你也出了不低的价格，只能说合作愉快。国栋老弟来了，稍等一下，我算个账，马上好。我在办公室等你。好。老弟，不好意思，账目有点多，花费了不少时间。没事。老弟啊，这么早过来，有事吗？如果你是要问铁皮船的事情，恐怕没这么快。铁皮船的事不急，我今天来找富贵哥是其他事儿。什么事？富贵哥上次不是说想要一只锦绣龙虾，老弟给你带来了。国栋老弟，这么快就弄到锦绣龙虾了？说来也是运气，这次出海弄了500斤的膏蟹，意外找到一只锦绣龙虾，我想着富贵老哥要，就给带回来了。老弟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！这锦绣龙虾老哥收了，多少钱？你开口。老哥说笑了，这龙虾偶然得知，还有什么钱？送给老哥了。国栋老弟，那这龙虾我就收了，对我确实有大用。至于老弟要的铁皮船，其实已经有点眉目了。送礼打通人情关系，果然有用。今天账目核对清楚了吗？都核对完了，进料支出、工人日结工钱全部记好了，1分钱都没差。我看张国柱就是瞎折腾，荒滩养螃蟹，从来没人能干成，迟早赔光本钱。哼，等着看吧，最多2个月，养殖场肯定垮掉。到时候他不仅赚不到钱，之前出海攒的家底都要赔干净。不对劲儿啊！张国这养殖场好像真有点门道，螃蟹长得比野生的还要壮。我昨天路过荒滩，看见张爷捞了几只出来试看，个头远超海边野生膏蟹，长势太好了。要是他这个养殖模式彻底做成功，以后咱们村靠海吃饭，路子就彻底变宽了，那可不得了。怎么可能成功？荒滩养蟹根本行不通，为什么他能养得这么好？难道失败的人最后会是我？放心，水质、潮汐、投喂节奏全都把控到位，这批蟹只会比野生蟹更好。
天，这螃蟹怎么这么肥，高都满到壳缝里了？绝了，比海边野生膏蟹还要壮实，肉质看着都紧实。真没想到荒滩养蟹真的能成，张国栋这回彻底翻身了。国栋，你这回真干成了，咱们村这么多年没人敢碰的荒滩养蟹，被你做成了。3个月看似从容淡定，实则我背负的压力无人知晓。前期大额押金、养殖期限限制，全村不间断的质疑嘲讽。张茂生暗中处处捣乱，还有好不容易修复的夫妻信任，我一步都不能输。万幸，我赌赢了。好货，清一色全是上等膏蟹，品相远超市面野生货。国栋，这批轻成本膏蟹我全部收下，就按我们之前约定的高价结算，1分钱不压你的价。这是你的工钱和分红，点清楚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被人说不成器，这是我第一次靠自己双手干活，一次性赚到这么多钱。爹，我没摔跟头，我靠自己站稳了。手别抖，那问自家挣个钱。清雪，账本可以开始记第一笔大额收入了。茂生，3个月前你和国栋定下的赌约约定，你应该还记得吧？张国栋，你要是荒滩养蟹能成，我张茂盛当众给你道歉；你要是失败了，你也得当众认错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愿赌服输啊！当初可是张茂盛自己当众立下的赌约，就是人家张国栋实打实养殖成功了，总不能当众耍赖吧？张国栋，是我小看你了。不是小看，是你心眼太坏，一直盼着我跌入谷底。后续我会继续扩大养殖规模，场内需要踏实干活的人手，愿意踏实肯干、不偷懒、不闹事的村民都可以前来报名。工钱日结，绝不拖欠1分1毫。国栋，我有力气，摊上重活我全都能干。我媳妇手脚麻利，分拣螃蟹绝对没问题。我会编蟹筐、修围栏，场内杂活我都能搭把手。国栋啊，婶子干活一向勤快麻溜，你看能不能给婶子安排一个岗位？能不能上岗，全都要按养殖场规矩来。往后养殖场所有招工、考勤、发放工钱的事宜，全部由清雪说了算。真的让我来管吗？你管账细致周全，为人公道正直，你管最合适。嫂子管事，我100%服气。清雪心思细腻稳重，全程打理养殖场账目，她管人管钱，村里所有人都放心。养殖场目前分为3类岗位，大家按需报名。第一类滩区重活岗，需要指导，负责修围栏、起蟹笼、搬运货箱。第二类吞藓头加耕岗，月底要求手脚干净细心。第3类则岗位日结记账、偷窃海货，背后嚼舌根扰乱场内秩序的人，一律直接辞退，永不录用。清雪，婶子到以前自己嘴碎爱乱说，但是婶子干活从来不偷懒，手脚也勤快，能不能给婶子一个改过的机会？岗位可以给你，但是规矩一视同仁，好好干活，工钱1分不少。若是再在外乱传养殖场闲话，挑拨是非，直接辞退，没有例外。我明白，以后我一定管住嘴，好好干活，不乱说话。本性温柔坚韧，只是过去常年被贫苦生活打压，再加上我从前浑浑噩噩犯下过错，才让他一直自卑怯懦。如今他终于慢慢找回自信，独当一面。没事，把这筐贝肉拿去晾晒吧。哎，好嘞。这是什么？给你的奖励。又乱花钱，奖励我们养殖场苏大管事，理所应当。妈妈最好看。张国栋彻底发达了，清雪还守我养殖场地块权，手里肯定攒下不少现金。哼，当初死活不肯离婚，现在倒是跟着享福了。他家赚了这么多钱，理所应当分给咱们娘家一份。明天一早，咱们直接去张家村登门要钱。你家张国栋哟，现在日子过得够阔气，家电全都配齐了。婶子表哥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听说你家这段时间风波不断，我心里一直惦记，特意过来看看你和孩子。清雪，张国栋最近靠养殖场和赶海赚了不少钱吧？听说还买了不少家电。就是踏实干活挣了一些辛苦钱，养殖场还需要资金周转。一点辛苦钱，家电全换新，还能开厂招中，你糊弄谁呢？可可都长这么大了，以前你跟着张国栋吃苦受罪，娘家一直心疼你。如今他家条件变好，
你也要多为自己打算。婶子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男人有钱就变坏，更何况张国栋从前一身毛病，赌钱、钱债你亏样样都占，本性改不了。他以前打骂你，欠巨额赌债，甚至动过卖掉可可的念头。这种人根本靠不住，早晚还会重蹈覆辙。趁着他现在手里有钱，你提前把钱攥在自己手里，实在不行就直接离婚，带着可可回娘家，有存款在手，你后半辈子不愁吃喝。当初我最难熬，被人欺负的时候，娘家从未帮我接过我和可可。如今日子刚好起来，你们反倒上门劝我离婚。少说废话！张国栋亏欠你这么多年，拿出5000块补偿你，顺便帮衬娘家，一点都不过分。家里所有流动资金都要用于养殖场周转，没有多余余钱。苏清雪，你太没良心！娘家养育你一场，如今让你帮衬一下都不肯。我们不是贪图你的钱，是怕张国栋牌瘾复发，把家底全部败光，钱放在他手里始终不安全。家里所有钱财一直都是我在管理。他让你管钱只是做做样子，等哪天牌瘾上来，照样会把钱全部抢走。他的本性永远改不了。别忘了，他从前可是差点卖亲生女儿。表哥，不要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话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什么实话？谁允许你们上门吓唬我老婆孩子的？你凭什么张口就要5000块？凭什么？就凭清雪这些年在你家受的所有苦，凭你从前打骂她，她还差点送掉亲生女儿可可。我们娘家替她索要补偿，天经地义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无话可说了。你自己也清楚，你从前有多不是东西。清雪嫁给你，倒了8辈子血霉，跟着你挨饿受冻，挨打受气，连孩子都差点保不住。你现在发财翻身，就想当做一切都没发生过。苏家娘家人找上门讨说法了，这话确实没毛病。国栋以前确实混账至极，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是一开口就要5000块，这胃口也太大了，太贪心了。他这哪里是替苏清雪讨公道，分明就是借着旧事上门讹钱。张国栋，今天2条路摆在你面前，要么立刻拿出5000块补偿娘家，要么你放清雪带着可可跟我们回娘家。你这种人根本不配拥有老婆孩子。妈妈，我不走，我不要离开爸爸，我不要回外婆家。可可乖，跟外婆回娘家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欺负你，日子会过得更好。爸爸现在不欺负可可了，爸爸很好，我要爸爸妈妈在一起。小孩子懂什么人心险恶？他现在只是一时装好人，早晚变回以前烂牌友的模样。你妈妈跟着他，永远没有好日子。赵峰，你骂我从前猪狗不如，我认。你说我亏欠清雪和可可一辈子，我也全部认下。认了就赶紧拿钱，别废话。但你没有资格拿着我妻儿受过的苦难，当做你上门讹钱的筹码。我想问你们，清雪最难熬、最绝望的时候，你们娘家人在哪里？家里断米断粮，她抱着孩子饿肚子的时候，你们送过1粒粮食吗？我发疯失控，执意要卖掉可可的时候，你们有谁挺身而出阻拦过？有谁接过他们母女逃离楚海？我们那时候家里条件也差，自顾不暇，也是没办法。难处我可以理解，从不怪罪你们当初不肯帮忙。可如今你们一听说我出海赚钱，开办养殖场，立刻上门索要5000巨款。你们到底是心疼清雪这些年受的委屈，还是眼红我手里的钱财？张国栋，你少在这里转移话题！你犯下的过错，难道就可以一笔勾销吗？我过往的过错该不该抵消，该不该赎罪，从来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我亏欠的是我的妻子和女儿，我赎罪我补偿只会给到他们母女，任何人都不能借着他们的伤痛来谋取私利。你敢说我讹钱？谁心怀鬼胎上门要钱，谁心里心知肚明。你不给钱是吧？那我今天直接把清雪带走，看你能怎么办。你敢碰他们母女一根头发试试？清雪啊，你看看他现在对你娘家人都这么凶狠，日后还不是照样对你发脾气？你跟我们回娘家，远离这个男人好不好？清雪，别犹豫了，要么拿钱，要么跟我们走。你要是不肯，我们就去村里大闹，让全村人都知道张国栋的过去，让他在村里彻底抬不起头。清雪，你心里想怎么选，我全部听你的。
我绝不干涉。表哥，想通了，愿意拿钱跟我们走了。5000块，1分没有，我也绝对不会跟你们回娘家。清雪，你糊涂啊！你怎么能放着娘家不靠，非要留在这个伤害过你的男人身边？我糊涂了整整好几年，从前一直懦弱忍让，一直害怕逃避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想再害怕了。你宁愿相信一个烂牌友，也不愿意相信血脉相连的娘家。我不是相信从前一无是处的他，我是愿意相信现在在慢慢变好，用心守护这个家的人。既然你不知好歹，那我自己拿钱。这是我家的钱，你没有资格抢，也不能碰。清雪，你放肆！他是你亲表哥，一家人拿点钱怎么了？一家人从不会趁人之危，从不会在我最难的时候冷眼旁观，更不会踩着我的伤痛上门逼钱。我挨饿受冻的时候，你们劝我嫁鸡随鸡忍一忍；我被打骂无助的时候，你们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不肯收留我。如今我们日子刚好转，你们立刻上门打着为我好的旗号索要巨款，这不是帮我，这是自私。我看你就是被张国栋彻底洗脑了。这笔钱是出海血汗钱，是养殖场周转资金，是工人的工钱，更是可可以后的学费和生活费。家里每一分钱都有用途，谁都不能私自拿走。你就这么死心塌地护着他？我不护他从前犯下的所有过错，我护的是我现在安稳的家，护我和女儿如今安稳的日子。好，你有种！日后你要是再受委屈，就算你哭着求回娘家，我们也绝对不会管你。如果娘家只看重钱财，从来不在乎我的死活，那我也没有任何需要求助娘家的地方。真心疼惜我们母女，我随时欢迎。若是只为钱财而来，麻烦二位请回。你等着，他本性难移，早晚还会重蹈覆辙，到时候有你后悔的一天。日后我的妻儿但凡受一点委屈，我独自承担，轮不到你在这里看热闹说风凉话。清雪，今天你够硬气。清雪，不是全部怪你，但是一切苦难最开始都是因为你。可可深夜发烧，我抱着孩子挨家挨户借钱，无人愿意伸手。我走投无路，想回娘家避难，娘家闭门不见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觉得世间没有属于我的容身之处。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，是你和可可专属的家。我只是留下来守护你们的人，永远不会再让你独自承受一切。以后不要再让我一个人硬撑了。一辈子都不会了。刚才我对娘家态度是不是太过刻薄了？一点都不过分，善良要有底线。你的退让换不来尊重，强硬才能守住自己的家。你今天做得非常好，往后家里所有钱财、养殖场所有收支，全部由你全权掌管。任何人上门要钱，都无需顾及情面，直接拒绝。倘若日后我还是不想继续和你过日子呢？我犯下的过错无法抹平，你任何时候想要离开，我都尊重你的选择，绝不纠缠。你愿意留下，是我捡到的福气。我现在不走，可可也不想分开。可可要爸爸妈妈永远在一起。目前只靠镇上张老板收购，销路太过局限。干贝和膏蟹产能提升之后，需要对接县城更大的海鲜渠道。可以问问张富贵老板，他在镇上人脉广，或许有县城渠道。我和你想到一块去了。国栋哥，张富贵老板亲自过来了，说有大好消息。国栋，天大的好消息！县城高端海鲜市场的大老板看中了你家膏蟹和干贝的品质，想要亲自和你面谈长期供货合作。不知对方老板贵姓？对方姓柳，名叫柳诗雨。整个县城高端海鲜生意几乎都被他垄断，渠道和实力远在我之上。你跟我一起去，养殖场账目、供货价格、结款周期全部由你负责，生意你理应在场。没错，夫妻同心才能把生意做大。
清雪妹子一起去最合适。不用紧张，我们是平等合作做生意，不是求人。你只管做好你的账目工作就好。刘老板，这位就是养殖户张国栋，旁边是他爱人苏青霞，家里养殖场所有账目全部由嫂子打理。苏姐您好，往后合作账目还要多麻烦您把关。货品品质远创市面普通海鲜，我手上多家高端饭店、私宴渠道都能消化。我想要每周稳定拿货，你们能否保证供货量？现阶段产能有限，干贝可以稳定供货，膏蟹分批次出栏，我可以100%保证每一批货品品质。账目清晰透明，细致周全，做生意最难得就是清晰的账务，苏姐非常厉害。我们先试合作1个月。收购价格高于镇上市场价，每周固定时间送货结算。但是想要做大做强，局限近海小养殖场和小舢板远远不够。想要对接市里省城高端订单，你必须购置一艘远海铁皮大船，提升捕捞和出海能力。购置大船需要巨额投入，压力极大。我有长远规划，大船早晚要买，稳步扩产，稳步升级。我很看好你，后续更大的市场资源，我可以为你对接。我等你的大船。在担心购船的资金压力，投入太大，风险太高。不急一时，循序渐进，所有开销支出全部由你核算把控。国栋哥嫂子，不好了，村里流言又传开了。传了什么？村里闲人到处欢说，说你带着嫂子进城，实则是去见漂亮女老板刘总，还造谣你发财之后见义1000，想要抛弃嫂子攀附城里女老板。养殖场按时给你们发放工钱，你们转头就恶意造谣，戳我妻子血窝子。我们也是好心提醒清雪，男人有钱就变坏，城里诱惑太多。我从前品行不端，我坦然认错，但是我如今所有奋斗都是为了妻儿。往后谁再散播此类谣言，恶意骚扰我妻子，一律永久开除，绝不允许再来养殖场务工。心里不舒服不用憋着，可以直接问我。柳老板长得好看，能力出众，人脉广阔，比我更能帮你做生意。谈生意他能帮我，但是打理家庭账务，管好养殖场人事，守住我们小家的人只有你，无人可以替代你。往后每一次和柳诗雨洽谈生意，我都带你在场，每一笔合作账目全部公开透明，我会一点点补齐你所有的安全感。爸爸只喜欢妈妈一个人吗？爸爸这辈子只喜欢妈妈一个人，漂亮阿姨只是生意合作伙伴。冒昧登门，我过来敲定正式供货合同，顺便实地考察一下养殖场场地。清雪，我们一起过去谈合同。没错，整场合作账务离不开苏姐，苏姐不在，这份合同。上次的膏蟹和干贝客户反馈很好，尤其是干贝，干净，成色好，回头客不少。那就好。苏姐，上次那批货的数量和损耗，我想再跟你对一下。苏姐，你这账做的比我手下不少人都清楚，我怕算错。做生意怕的是糊涂账，你这样让人放心。张老板倒真放心，账都交给苏姐看。这是我家的生意，也是他的生意，钱归他管，账归他看，没什么不能让他知道。难怪张老板能把养殖场做起来。不是我一个人做起来的。这次我来，除了追加订单，还有个消息。什么消息？县城几家饭店想长期要货，量比上次大不少，干贝、膏蟹、青蟹都要。但问题是，你现在供货还不够稳。我知道。养殖场可以解决一部分，但高端海鲜还得靠远海捕捞。你如果想做大，必须尽快考虑大船。我可以帮你联系买家和渠道，但船证、船员都得你自己解决。你怎么看？现在养殖场的钱还要周转，工人工钱不能拖，买大船不能动这部分钱。继续说。如果要买船，只能用接下来几批货的利润，再加上你出海赚的钱，不能借高利债，也不能把家里压空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
苏姐，你很适合管生意。张老板胆子大，你稳，一个敢冲，一个会算账，这样的生意才长久。清雪，你一起去。张老板，我等你买大船。会有那一天。苏姐，下次结账我还是找你。好。柳老板人不错。不吃醋了啊？我错了。张国栋，如果真的要买大船，我们得先算清楚需要多少钱。我会挣出来。怎么挣？再出一次远海。他还真想买大船，刚办养殖场又闯远海，胆子也太大了。人家现在有钱有底气，有钱也不能瞎折腾，大海可不是开玩笑的。铁皮船，他以为自己是谁？买船要证要关系，他一个渔村泥腿子，做梦吧！国栋，你是真戒了？以前喝酒误事儿，现在家里不准。你打听铁皮船的事儿，我听说了。有门路吗？买船我能帮你问，但许可证不好办。县里有个姓邱的老人，过去在海产系统干过，人脉广。如果能见到他，也许有办法。邱老，不过这人不轻易帮人，他看人也看本事。怎么才能见到？柳老板那边可能有路子，他和邱老有过生意往来。这事儿我会和你一起商量，不会自己定。你们两口子现在是真一条心了。国栋哥，码头那边有消息，有人说远海那边最近出了大鱼群，好几条船都去了。国栋，这船跑远了不稳，你真想去？只到鱼群外围，不贪。海上最怕的就是贪，你记住这句话。记住了。小三挺出远海，真当自己命大。不用理，等我回来。我和可可等你。爸爸，早点回来！国栋哥，这次要是真扎到大鱼，我们是不是就能买大船了？先平安回来，再说挣钱。你这话说的对。风向不太对。鱼群，国栋哥，真有鱼群！鱼群不对劲儿，像是被东西追赶。鲨鱼！国栋哥，怎么办？收网，先撤！撤！拉不动，网被缠住了。他冲船来了！看着！国栋哥，松手，不要命了！走！蓝鳍金枪鱼，个头很大。国栋，别贪，命要紧！国栋哥，那是不是大货？切记，你不再是孤身一人。先撤到安全水域，这才对。周叔，如果我们不追，只在外围等，他会不会被鱼群带过来？有可能，但鲨鱼还在附近，不下水，不靠近鲨鱼，只用长绳和钩，能不能试一次？周叔，能试吗？只能试一次，钩不中，立刻走。一次。来了。中了！抓紧，这东西比我们想的还大。国栋哥，拉不住，别硬拉，顺着它走，不然船要翻。放一点绳。
不能再拖了，风要起来！他累了，收手！快了！波儿把他引回来了。周叔，朝往前一点的方向走。张烨，继续收绳。这时候拖着鱼走太危险了，不拖走，鱼和船都保不住。国栋哥，我快不行了，你去舀水，船进不了。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，绑住他！周叔，走。国栋哥，天要黑了，今天没法按时返航了。清雪，先回去吧，先回去的。海上有风，也许晚点回来。天都黑了，小山头还没影，怕是……妈妈，爸爸是不是迷路了？不会，爸爸答应过会回来。张国栋，你答应过我的。妈妈，爸爸怎么还不回来？爸爸在路上了。老周是老船工，真遇上事儿会想办法靠岸。再等等。别是翻了吧？他会回来。国栋，再这样下去，船撑不到岸，那怎么办？鱼不要了。割掉一部分尾绳，减重量，鱼能保多少保多少，命最重要。这才是人话。灯，我看见码头的灯了。游川，是不是张国天？妈妈是爸爸吗？张国栋，你怎么才回来？你知不知道我等了多久？对不起，你每次都说对不起。下次不会了。爸爸。嫂子，国栋哥差点没命，他为了把我们带回来，一直没松手。这小子，这次真是在阎王门口走了一圈。蓝鳍金鱼，这么大的品相极少见。国栋，这鱼值大钱。这条鱼，我可以帮你联系大买家，价格足够你买铁皮船。船以后再说，先回家包伤。